熊哥一个人的野外生存，不仅连续迎来2窝猪仔，而且农场的鸡蛋和蔬菜都受到山下村民的喜爱。看来熊哥走农业发家致富这条道路是走对了。野猪幼崽喜欢上了挠痒痒，它们个个身体强壮，发育良好，捧在手心里的不是猪头，而是财富。新来农庄的黄牛母子也被照顾得很好，在竹林边搭建一处简易的牛棚，牧草充足，会让他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。刚到农庄的黄牛对茂盛的灌木丛充满了好奇，新鲜的牧草可以让他大饱口福。既然牛已经买了回来，那么搭建一处简易的牛棚则是现在的当务之急。熊哥将地址选择在灌木丛的旁边，紧靠着一小片竹林，这里也会为接下来的搭建提供充足的材料。优先清理出一片空地，不需要太大的面积，只要可以供其遮阴避雨即可。毕竟现在只有一大一小2只黄牛，挑选粗细合适的毛竹从根部砍断，削割下来的新鲜竹叶刚好可以让黄牛妈妈做上一回大熊猫。搭建的材料已经准备齐全，熊哥目测了大致的距离，先挖出深坑用于支柱的填埋。为了让整体的搭建尽可能牢固，熊哥还在支柱的一头进行了专门的设计，一个紧固的凹槽，2个用于捆绑的孔洞，然后将支柱与横梁用竹片固定，放入挖掘好的深坑，再紧密的夯实，而另一端则直接捆绑在竹林之中。这样一个高度足够的牛棚框架就已完成。拿来遮阴避雨的防水布，只需将其横跨于横梁之上，4角再用藤条进行分别固定。简易的牛棚这样就搭建完成。熊哥将黄牛牵出，把母子俩送到牛棚之前，还要给他们补充一下水分。山泉水的清凉与甘甜会让他们更快适应环境。不过黄牛喝水还是第一次见，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用嘴巴吸的，我之前还以为是和狗一样用舌头舔的呢。母子俩已经到了新的住所，他们将会在熊哥精心的照料下更好的成长与繁殖。菜园里的蔬菜全都长势良好，这得益于熊哥定时的灌溉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也该喂食一下农庄中其他牲畜。这只母鸡已经到了可以产蛋的年龄，而最新一批的鸡群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不过如此多的母鸡，到时候的产蛋量将会极其可观。第2只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肚子已经越来越大，它会在黑猪分娩后不久也会产下幼崽。前2日打造好的鸡窝，现在也迎来了鸡蛋的丰收，目前每天都是10枚左右的产蛋量，1个月下来就有300多个，这也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今天熊哥要来照看前段时间栽种下的佛手瓜，每一株都长出了茁壮的秧苗，定时浇灌会有利于它们的成长。不过也该到了为它们搭建瓜架的时候，毕竟迅速成长的秧苗需要有东西进行攀爬。测量好大致的距离，砍伐粗细刚好的大树，按照事先测量好的长度全部分割成段，然后依次处理于斜坡的下方。大致的框架已经确定，准备好用于捆扎的竹片，将长长的毛竹从中间一分为2，这样不但可以减轻花架上层的重量，同时还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。将其捆扎与立柱的顶端2侧分别固定，保证以后不会出现滑落。而对于斜坡上方的横梁，则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果树进行固定。最后在顶端纵横排列好分割出的竹片，只需将每一个交叉的地方进行固定，这样一个硕大的瓜架就拼搭完成。只有4颗佛手瓜需要这么大的瓜架吗？接近一整天的劳作，从早晨就拴在户外的黄牛母子也该牵回牛棚了。熊哥很喜欢它们，当然照顾的也是十分精细，每天都会特意为母牛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。随着第3天的来临，熊哥再次背上竹笼，他要去采摘一些枝叶，喂养鱼塘中的小鱼。自从上次喂养以后，已经过去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。这次不需要走得太远，之前种植下的木薯就是小鱼最喜爱的美食。这些靠近根部的枝叶采集上一些，不会对果实的生长产生影响。熊哥采集了一箩筐，再次来到鱼塘边，直接丢到水面上。幼小的鱼苗都会被吸引到一起进食。今天的太阳很不错，气温也不是很高。熊哥将所有野猪幼崽都放了出来，因为他要将很久都没有清理的猪圈打扫干净。当然野猪妈妈的棚舍暂时还不能用水冲洗，这样很可能会让野猪幼崽得病。然而熊哥看到这5只幼崽，就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工作，一个接着一个的给挠痒痒。小家伙们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。野猪妈妈也很聪明，有了爸爸的照顾，自己则偷偷跑到一边偷懒去了。不过熊哥还是逐渐恢复了理智，他要重新投入到今天的工作中。最后搭建的鸡舍已经很久都没有清理了，里面已经完全干燥的鸡粪需要尽数铲除。当然这些天然的肥料，熊哥不会让它白白的浪费，全都用盆搜集到一起，然后将烧剩的草木灰一起拿来，结成块的鸡粪要一点点全部敲碎，最后再和草木灰进行充分的搅拌融合，将它们作为菜园的肥料，会让每一株蔬菜都得到充足的营养保证。豆角秧苗已经开花，要不了多久就将会结出细长的果实。还有旁边的这些黄瓜，完全的有机肥和绝无农药的种植，这样生长出的蔬菜怎么吃都放心。农场迎来了第4窝杂交野猪的诞生，黑猪妈妈一共生下了6只幼崽，3只像妈妈，2只像爸爸，最后一只是非常完美的杂交结合。那么你知道农场中如今一共有多少头猪了吗？
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在菜园中忙碌。这一撮南瓜秧苗成长得太过茂盛，长此以往不利于彼此的生长。熊哥要将它们进行分别移栽，当然移栽的时候也需要注意，尽量保留根部原先的土壤，这样才可以让其到了新的地点后快速适应环境，从而成活。新的栽种地点，熊哥选择在猪圈下方的斜坡，因为这里的土壤营养丰盛，并且拥有足够的成长空间。为了让其更好的成活，还要在四周用竹片进行围挡，并用废弃麻袋紧实的套住。有老铁知道这么做的原因吗？当然，生命之泉灌溉也必不可少。在泉水的渗透下，自带的根部土壤会和周边的土层相互融合，这样幼小的秧苗也就不会感觉到什么异样，仍然会继续快速成长。移栽已经结束，熊哥再次背起了箩筐，他要去采收一些木薯，因为通过上次的观察，很多都已到了可以收取的时候，尽量挑选靠近边缘的进行采集。双手紧紧地握住枝杆，双腿分开成弓步，腰马合一，持续用力，利用屁股的后坐力，即可将结满果实的根茎彻底拔出。这一株果实虽然还没有完全长至饱满，但也已经很不错了。熊哥又接连拔起了3株，每一株果实都很丰盛，逐个将其切掉，尽量靠近根部，以防止果肉的损坏。这些鲜嫩的果实将会成为喂食猪群和鸡群最新的营养食物。看看熊哥手上这一根，足足50厘米的长度，到了大批量收割的时候，如果每一株都能有这样的产量，那将会有更多的额外收入。果实已经全部采收完，而这些枝干上的鲜嫩木薯叶也不能白白的丢弃，将其一点点的采摘下来，顶部枝头可以直接拦腰折断。可别忘了，这些可是鱼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再次回到农庄，将所有嫩叶丢到水面上。之前专门采摘的木薯叶已经被鱼苗吃光，而面前的这些够它们吃上许久。喂食饲料的制作正式开始，先将木薯干枯的外皮全部清理干净，它不但没有营养，还会影响牲畜们食用的口感。不过仅仅4颗木薯就收获到了如此之多的果实，着实是属于高产了。用刨刀将处理干净的木薯全都刨成细丝，余下不好处理的根部可以用柴刀进行切割，然后将其全都放入猪食之中。丰富的淀粉含量可以让猪的体内转化成为厚重的脂肪。至于这些刨出的瓜条子，可以直接用于喂食鸡群，也无需进行额外的加工。猪食已经放凉，最先喂养的是6头已经长成幼年的野猪，它们要不了太久，可能就会追上妈妈的体型。2头杂交野猪幼崽，熊哥已经将它们从户外给迁移到了圈中。如果继续让它们和黑猪在一起，很可能会有危险。怀有身孕的黑猪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攻击性，野猪妈妈将5只幼崽都照顾得很好，它们毛色鲜亮，个头增长，并且已经开始长膘，看来距离外出圈养的日子并不远了。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，熊哥已从城镇集市中归来，他购买了一把2手的电锯，他要将房屋周边所有大树都砍完卖掉，因为之前搭建的竹屋已经开始出现损坏的情况，承重大梁不会坚持得太久，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白蚁啃食的迹象，所以他要再次扩大和整理出新的可利用空间。等到时机成熟，自己要重新建造更好的居所。虽然电锯是低价购买的，但使用起来却意外的顺手。从熊哥熟练的动作来看，自己应该就是一把伐树的好手，并且也在山下雇佣了几名当地人。因为要砍伐售卖的树木太多，而且每一棵大树旁枝整理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如果单单只依靠自己，那绝对不可能完成。毕竟是要将所有的木材全都销售出去，砍倒的大树还需要均匀分割成等长的树段，这样在最后才有利于装载和运输。对一些大树的砍伐，还需要在切断的过程中用人工掌握它倒下的方向，否则太高的枝头在落下的时候很可能会砸到自己的农庄。整整1天的忙碌，所有规划内的大树都已尽数的砍伐完毕，租用的拖拉机也已到达了农庄，将树段整齐的装载，可以避免因为一车拉不完而产生2次费用。所有的木材都已装填完毕，满满的一大车将会直接拉到当地的木材加工厂，这样不但扩充了农庄的可利用范围，还能多出一笔额外的收入。虽然整个运输过程会比较危险，但是身为单缸鼻祖的柴油机会有足够的马力，可以将这项任务完成。当然，一些较窄的路段，熊哥还需要手工的开拓和填满，毕竟哪有赚钱是容易的。细窄的山路刚好只够拖拉机缓慢前行，稍微陡峭点的地方还十分的考验驾驶员的技术，稍有不慎就很可能会有翻车的危险。终于到了，老板娘需要根据每一根木材的粗细来计算金额。等到全部卸完，熊哥已拿着销售所得回到了农庄，整整500万越南盾已经算高价了。当然扣除调租人和租车的成本，手里这400万越南盾汇存起来，留作以后盖房子的资金。虽然气喘吁吁，汗水直流，但是熊哥心里却是高兴的。虽然已经如此劳累，到了夜晚，熊哥还是无法立刻休息，因为农庄第4窝杂交野猪已经出生，小家伙们被分娩在户外，这是熊哥没有想到的。在他的推算中，黑猪妈妈应该还会有2-3天的时间，所以什么都没有准备。6只小家伙看起来都很活跃，因为是和雄性野猪的杂交，所以幼崽们的外貌体型都各有不同。
有3只和黑猪妈妈很像，另外的2头则是和野猪爸爸有几分相似。最后这头白色，则是继承了黑猪与野猪的综合基因。它们是否能够全部存活呢？毕竟是初代杂交，它们又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出现意外夭折呢？6只初代杂交野猪幼崽已经可以完全站立，它们没有缺陷并都已存活。农场也迎来了首次蔬菜和鸡蛋下山销售。6只幼崽的出生让熊哥有些措手不及，他必须要趁着夜色给黑猪妈妈搭建一个临时的帐篷。如果夜晚出现降雨，还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幼崽很可能会因此而夭折。3根竹竿外加1块防雨布，暂时先保证基本的功能，剩下的明天再打算。清晨的来临，熊哥第一时间就是查看幼崽是否安好。黑猪妈妈的防备性很高，她不太愿意熊哥的接近，也时刻在观察猪宝宝的动向。6只幼崽经过一晚上的喂食和适应，已可以自主的站立和行走，小家伙们看上去也很健康，而熊哥也终于可以放下担心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鸡群已经饿了，全都紧紧跟在熊哥的身后。第一顿喂食，无论是鸡群还是鸭群，又或是大鹅，已经全都聚集到一起。用新鲜的玉米喂食，它不会急速增长体型，但可以保持和提升鸡群产蛋的质量。牲畜都已喂完，熊哥要再去采集一些木瓜，来为刚刚分娩的黑猪加餐了。然而还未走得太远，前方就传来了机器的声音，是一台小型的挖掘机，他们在挖掘道路。看来应该是当地人也看上了这里的土地，他们要对这里进行开发。毕竟在越南，谁开发的就是属于谁的。熊哥对此也并不反感，因为这开挖而出的道路对农庄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。老话说得好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这样农牧产品的运输也会更加的方便。继续前进，不远处的一棵木瓜树上就有足够多的果实，熊哥采摘了10多个的数量。原路返回，他决定要和这些人打声招呼，沟通感情。这些当地人看上去很友好，他们也非常喜欢乖乖，还给乖乖抓隐藏在毛发里的狮子。简单的沟通和寒暄之后，熊哥要赶紧赶回农庄，依然还是将木瓜进行碎片切割，内心的种子已经变成了黑色，这说明木瓜已经完全成熟，它不会有先前的苦涩。鲜甜的果肉会让猪群吃起来口感更好。蒸煮的时间，熊哥来到了黑猪的身边，他正在给小家伙们喂奶。不过这个杂交的白色小野猪看起来还真是可爱，长大以后很可能就是农庄里的颜值担当。黑猪妈妈的奶水摸上去很充足，吃饱了的2个小家伙已经趴在妈妈的耳朵下睡着了。天色渐暗，要将黄牛母子牵入牛棚，清凉的山泉依然是每日必备。然而小牛仔却在不停地舔舐熊哥的手臂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其实是他在向熊哥发出信号，他们的身体已经开始缺失盐分，熊哥会在下次下山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，砍上一堆新鲜的芦苇，这可以让母子俩在夜晚也有青草食用。猪食已经放凉，较稀的部分会喂养给其他猪群，而预留下的浓稠汤汁则专门喂食给刚刚分娩的黑猪妈妈。6个宝宝的照顾其实很辛苦，即使是趴下了黑猪妈妈也想休息休息，她并没有侧卧让猪仔进食。第2只怀孕野猪已经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胎动，可能再过几天的时间，它也将会产下幼崽，而这一窝将是它第2次分娩了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要去收取鸡蛋了。黑猪妈妈将小窝迁移到了老房子的屋檐下，这里的深坑刚好可以让6只幼崽休息和取暖。2只母鸡已经激发起了母性，它们在孵蛋。不过熊哥现在并不想让新的鸡仔出生，他要将多的鸡蛋全都偷出来，毕竟已经有了接近400只的鸡群了，再多的话可能储备的玉米就不够了。这一次一共收获了14枚，鸡群的产蛋量已经比之前有所提升。熊哥将所有的鸡蛋全部拿出，清算一下这5天一共收获了多少，整齐铺平在桶中，一共是54颗。而明天自己就将去到山下，将它们尽数售出。菜园中的蔬菜有部分已经可以采集，到时候可以一起进行售卖。割上几颗大头菜，鲜嫩的果实没有任何农药和化肥，菜叶上遍布的肉虫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然它们也会给熊哥带来额外的工作与困扰，毕竟自己要不定时进行手动的捕捉。旁边的小葱已经完全长成，熊哥要将它们全部收取，空出的土地还可以再次进行种植。森林肥沃的土壤让它们生长得很好，相信也能卖上个好价钱。还有这郁郁葱葱的生菜，每一颗都长得水灵鲜嫩，这也是自己细心的照料才换来的结果。满满1箩筐足够明天进行售卖。来到山泉旁，将小葱根部的泥土全都清洗干净，这样才会让卖相更好一些。等到全部清洗干净，再整齐摆放捆扎好。随着第3天清晨的到来，浓密的大雾再次笼罩着整片山峰。熊哥在去市场的路途中就被一个大妈拦截了下来，他们非常看好熊哥的农牧产品，也正是由于他的挽留，很快摊位前迎来了更多的顾客。黑衣服的大婶留下了一半的鸡蛋，而另外一半直接被旁边的大哥截胡。现在还没有到自己要去的市场，待下山的产品就已卖出去了一半，这给了熊哥意外的惊喜。看来自己的产品都非常受欢迎，还剩下一点要继续前往菜场，随便找个空出的位置铺上袋子，
将小葱和生菜全都摆出进行展示。然而还没等上几分钟，一位草帽大妈就看上了熊哥，不对，是看上了熊哥的蔬菜。她将所有生菜和小葱全都买下。不远处就是这位大妈自己的摊位。熊哥的蔬菜品质太好，她是将其买下来以后自己再进行售卖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道贩子。无论怎样，熊哥的东西一下子就卖完了。临回去之前，熊哥买了几个当地特色粽子，这是他给2条小狗带的礼物，而自己则是买了一双全新的橡胶布鞋。当然盐也没有忘，自己可以调味的同时，2头黄牛也有了盐分的获取。再次回到农庄，狗狗对于主人的到来显得非常兴奋。熊哥也是将带回来的礼物分别给了乖乖和小黑，而剩下最后一个就当作是对于自己的奖励了。这样的生活是我的向往，那么你呢？这里是野猪分娩的现场，还被胎衣包裹着的野猪幼崽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接生的工作不容易且十分具有挑战性。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窒息，优先清理干净口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然而野猪妈妈生出了几只幼崽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来到第4窝杂交野猪的面前。此时黑猪妈妈已经选定了一个很好的位置，让幼崽全都待在较为封闭的空间里，可以让小家伙们感受到十足的安全感。再次来到猪圈，第2次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此时已没有站立起来的冲动，而躲在他身后的这头野猪就是即将要出生的孩子们的父亲。他保持警觉，当然野猪妈妈也是同样。熊哥扒拉地面的一点点动作就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说明距离他分娩的时间并不远了。轻轻的抚摸，熊哥尝试稍微缓解一下他惊恐的情绪，因为自己要判断一下他具体将要分娩的时间，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毫无准备。熊哥可以通过野猪双排扣的存奶量来进行判断，只需要轻轻按一下，浓稠的乳汁就已清晰可见。看来农庄将会在今天迎来第5窝幼崽的诞生了，并且即将要分娩的野猪已经在整理用于生产的小窝。对于这一点，熊哥非常清楚，他现在就要立刻进行准备了，说不定几个小时后野猪就要分娩了。先将雄性的公猪赶出猪圈，它的存在还是太过危险，尽量保证周边环境的安静，才可以让整个分娩过程顺利。野猪妈妈还在整理着，很显然这些已经接近腐烂的破布不足以创造隐蔽性的生产空间。穿上衣服，熊哥要去采集一些干燥的香蕉叶，这整整一大捆已经足够。先分出一些给户外的黑猪，剩下的则全部丢入到猪圈之中。有了这么多的枯叶作为遮挡，野猪妈妈看上去有了很多的安全感。她正在寻找最舒适的位置，她要创造出一个相对隐蔽的空间。先将多余的枯叶全都拱到旁边，而散落在周边的这些还要用蹄子再次向内归拢。1个小时的等待，第5窝野猪幼崽已经开始降生了。熊哥作为接生婆，正拿着第2个生出来的幼崽，将还钉在身上的胎衣一点点去除干净。这样的辅助可以更加快速帮助小家伙学会站立，时不时轻轻抚摸野猪妈妈的肚皮，在缓解紧张情绪的同时，也能够一定程度的加速幼崽的分娩。刚出生的小家伙们依靠着本能在寻找妈妈的乳汁，熊哥作为接生的奶爸也在提供帮助。可能还是由于第1次2只宝宝还是没能找到妈妈的双排扣，然而第3只野猪幼崽的降生却出现了小小的曲折。野猪妈妈站了起来，她应该在准备蓄力。小家伙的后腿已经出来了，但看起来好像是卡住了，并且野猪妈妈好像也没有力气了。为了避免窒息，熊哥准备将幼崽直接拉出，但不能太过于用力。幸好终于生下来了，虽然小家伙的脐带还留在妈妈的体内，不过熊哥已经将包裹的胎衣全部清除了。小家伙在熊哥的抢救下成功存活了下来。然而还没等到将老3彻底清理干净，老4就已经迫不及待来和熊哥见面了。赶紧擦掉口鼻周边的胎膜，只有让呼吸顺畅，幼崽才不会出现别样的意外。2个多小时持续接生，熊哥摸了摸野猪妈妈的肚子，应该没有了。又是6只可爱的野猪幼崽，这已经是农场第5窝了。小家伙们看起来都很健康，他们也都已顺利吸吮到妈妈甘甜的乳汁。熊哥蹲坐在旁边，他还需要持续观察一段时间，才能彻底的安心。转眼时间已至深夜，熊哥再次来到了猪圈旁。此时小家伙们的4肢全都已经充满了力量，而这也标志着所有幼崽都已正常的存活。清晨的森林显得异常宁静，熊哥又要背上竹篓再次出发了，寻找新鲜的木瓜来为野猪妈妈制作一份特殊的营养餐。这棵树上的木瓜看似已经全部成熟，熊哥爬到了树顶，完全成熟了的果实，它所蕴含的香甜口感最佳，又是整整1箩筐，这些数量足够3只猪妈妈共同进食了。依然还是切割成薄片，而这个连外皮都已金黄的木瓜，就连熊哥也没能抵挡住它的诱惑。刮掉黑色的种子，滑嫩的果肉在锋利的柴刀面前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熊哥吃了2口，香甜的味道和多汁的果肉瞬间就攻占了熊哥的整个口腔。这次的产后餐必定会比之前更加的美味。所有的木瓜都已切割完毕，为了提升营养多样性，熊哥还特意添加了几碗雪白的糯米，最后加入山泉。
蒸煮完全后再勾入玉米粉，鲜美的月子餐就已彻底制作完毕。当然，等待放凉期间，熊哥也没有闲着，用防雨布将猪圈的四周围挡起来，可以在夜晚的时候帮助小家伙们取暖。猪食已经放凉了，蒸煮完全软烂的木瓜已经全部融入到了面糊之中，鲜味十户外的黑猪妈妈。不过他对自己孩子的爸爸貌似充满了敌意。对于刚刚分娩的野猪妈妈，熊哥则是将浓稠的部分全都倒在了食槽中。而对于这6只第一窝野猪幼崽来说，持续的精心喂养已经让它们成长到了幼年期，不知道熊哥以后会不会将它们全部卖掉。当然，第3窝小家伙在妈妈的照顾下也都成长得很好。问题再次出现了，对一路见证的小编我来说，现在不用比算，都已经忘记熊哥的农场有多少头猪了，是25头还是27头，又或者是30头？还有能算出来的老铁吗？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